到川普跟普京通完电话之后呢，川普又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了电话，到底讲了什么？其实外界并不知道。不过呢，川普今天在美国有记者问到他这一题，他说谈得很好啊，谈得很棒啊，我跟高市的关系很好，我也和习主席有很好的通话，所以我认为世界上的那个地区应该没有事。哪个地区？讲的是台海吧，讲的是我们周围的这个地区吧。我们台湾算是主角之一，可是我们并没有发语权，也没有发话权。我们看到美日领袖通话，确认紧密合作关系。日本的内阁是这样讲，他说高市台湾有事的立场没有变哦。我们看到所有的媒体，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大家都说高市早苗可能会抢先访美。协调对中政策有可能吗？因为我们知道4月份的时候呢，川普会到北京去访问，那高市想要早先一步去跟美国做一些协调或政治上的一些对话吗？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高市早苗今天跟这个日本的所有的这个政党的党魁有一个会议那当然，其他的党魁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疑问所以高市早苗讲说，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他的说法是，日本没有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强调有责任透过对话跟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关系。那跟台湾呢是维持一个非正式的一个交流这是高市今天最新的一个回应。对于台湾有事说，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里，当然这个舆论上面非常的沸腾，到现在都还在持续中。牛弹琴它算是这个新华社的一种类似有官媒立场的一个公众号，他就说川普讲完电话之后，日本的沮丧了3次，然后他们判断他判断说包括川普反常的沉默，所以在外交场上刻意的沉默，往往比激烈的言论更值得玩味，因为到底两个人说了什么，并没有很细节的一个描述那这个牛弹琴还特别讲说，川普肯定施加了压力。压谁呢？对谁施加压力呢？就是对高市早苗，所以他认为高市早苗对于跟川普的通话轻描淡写，各种闪烁其词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受到压力，可是他必须先按下不表，他不能有正式的表态。对于现在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他也很难交代嘛对国内的这些民众。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学者这一位叫王毅轨，他说美方不要被拖进中日冲突，这个大概是所有的这个政治学者的这个定调。美国的态度就是，你们中日如果有什么冲突，我美国不要被拖进去。那另外呢，彭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论调，说决心避免卷入战端这是川普现在的立场。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共中联部长会美国的大使说这一场通话，也就是川习通话，让两国进一步校准方向对于未来的方向有一些调整有一些微调。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希望可以搞定对中贸易，这个是他期中选举可能一个很大的政绩如果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不搞定他国内其实很难交代。所以呢，川普说习近平同意会给大家惊喜，什么样的惊喜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4月份的这个会晤呢，已经是确认，几乎是确认了所以外界就在看美中的关系会不会全面的回暖。贝森特他说这个华盛顿在台湾的问题上的立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改变的。那到底谁先打电话给谁呢？他也证实了是川普主动致电习近平。而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念兹在兹的生意农产品现在看起来有咯，有苗头咯。3艘货轮奔赴码头，将装载美国的大豆跟高粱运往中国，所以算是对国内有交代了吗？来请教赖老师。昨天很多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或者是台湾的或者是个别的分析员他们的分析切入点都犯错了都错了，都错了，因为他们都认为是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的那当这个毛宁被问到的时候，他说，如果就他所了解，那应该是美国打电话来的那中国大陆是接电话的可是。讲完这话以后，还是有人硬凹说一定就是习近平打的绝对不会是川普打的。结果贝森特自己出来接受访问了，而 CNN 吧，他就用逐日稿就特别把它写出来，
说每一个字都把他的访问稿写出来。他说就是川普主动打电话。那因此每个人都要问说，那为什么川普在韩国会面之后不到1个月，突然间打这个电话？那有人认为说，哎呀，那个川普的对外的发言里面全部都没有谈到那个台湾的问题，没有谈到日本的问题，只谈到他所关心的芬太尼啦，大豆啦，贸易啦，还有就是他要去访中的问题啦。可是问题就是两国的元首通电话通常都会有录音。那大陆这边在第一时间公布出来的就是他有明确的谈到台湾的问题，是主动谈的，而且就讲到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大陆最关切的。那台湾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当然川普也有回应了，那都有文字稿嘛，那个都有录音稿。所以如果美国认为说中国的新华社所公布的不是事实，那我想白宫也好，国务院也好，特别是白宫也会还原当时的讲话，但是都没有，那就代表中国大陆所公布的就是川普讲的话。川普说他完全了解他了解这个中国的立场跟中国对台湾的重视的一个程度。那现在开始又有人开始要从这个地方来做文章，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显示出他们的外行跟对于大陆跟美国还有日本的关系的不了解，而且犯了很严肃的错误。好，那现在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昨天的分析，我们就不认为这个是川普主动打，不是习近平主动打电话了，所以反而是我们这个 T 台的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那反而是这个欧美的还有很多的判断不准。那大家问说，那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主动打电话？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您看，突然间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嘴巴闭起来了。你看前几天还叫得很大声，还有就是美国驻台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动作也突然间也没了。之前不是也做得很大吗？还讲日文，说要大吃日本的北海道的那些水产品等等的，突然间嘴巴都闭起来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川普认为中国大陆很有可能会判断说，今天高市早苗的做法跟美国有关。那这个对于中美的目前来讲要解决的这个贸易的问题，还有就是川普要到北京去访问的问题，很有可能都会横生波折。都会横生波折。对川普来讲，当然这种事不可以让它发生嘛，因为他念之在之的就是要去大陆访问，而他当初还担心说夜长梦多，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还说希望能够在过年前去。习近平还跟他讲说太冷了，往后延一点吧，那就是4月了嘛。所以川普急，大陆不急。那现在对于贝森特来讲，他也急了，因为他说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可能可以见4次面，也就是4月份先到北京，接着习近平到海福，接着这个川普再到深圳的 APEC 的会议，接着习近平再去集团体的会议，所以预计希望能够见4次面。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马上来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不搞定跟中国的关系，他的选举很难，因为他的民调越来越低，共和党开始松动了，共和党的参众议员跟州长开始松动的。如果川普的民调再不上来，共和党的再不上来的话，很有可能在明年的选举，很多人都要下台一鞠躬了。其中选举，很多人州长干不到了，很多人参议员、众议员干不到了，这对他们来讲是政治前途的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贝森特讲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中美永远是竞争者，但是现在是以合作为主。”所以原来是竞争摆在前，合作摆在后，现在是合作摆在前，竞争摆在后，还是会竞争，但是合作的空间扩大。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川普出手了，要搞定这件事。我个人认为，你看到这个高市早苗已经一步一步在往后退了，现在是退第1小步了，接着我们来看他怎么退第2小步。那当然高市早苗不会因为这样而下台，而是逐步的已经在退却了。这是讲日本没有资格认定台湾的这个法律地位的立场，这句话其实难道不就已经是证明了他是战败国，台湾被交出来了，是不归他了。对，这个部分呢是刚刚高市早苗跟日本的国内的其他党派的党魁聚会讲出来的话，这是最新的消息。来，请教彬哥。高市早苗，我想他退是很明显的退，可是
你叫他收回这句话或是道歉也是不可能，对，因为以他现在的所处的立场，还有整个日本社会的名气，他不能这样做。那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川普出手的原因，因为川普知道，如果放任中日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会越搞越糟，所以他必须要赶快去阻止这个事态向上延烧。那昨天一开始，本来你可以看到绿媒都讲说，这新华社在胡说八道啊，是习近平有求于这个川普啊，在讲的跟真的一样。结果新华社昨天傍晚的时候讲说是川普主动，这致电习近平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相信，所以新华社又在胡说了。那现在美方已经证实了，没有我一直讲嘛，如果是新华社单方面胡说的话，那美国会立刻打脸，会告诉你那根本就没这回事啊。那现在美方也证实了这件事情，所以谁在急，谁在担忧？显然是川普在担忧。川普不希望因为中日之间的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谈判，因为日本毕竟是他的安保的这个条约的这样的一个同盟伙伴。如果日本真的被迫跟中国大陆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美国也很难置身事外，因为他跟他有条约的限制。所以川普当然是先一步，就不要让这个情况发生了。那有没有效果？看起来是有效果，高市开始往后退。那实际上高市如果真的像民进党他们所讲的这样，甚至有人说这个川普打电话给高市就好像打电话给赖清德一样，那说这个高市跟川普根本没在鸟习近平的，显然不是这样。显然川普一打这个电话完之后他就说了，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他不愿意去谈他跟川普之间谈的什么。他讲说这外交上很多事情就不太方便这个公开，所以这代表什么？一定是谈到台湾有事这个问题嘛。那显然川普在告诉他，你恐怕不能再把情况升高，你要开始降温了。那他也听从了川普的建议。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呢？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如果高市没有很明确的道歉、认错、收回的话，恐怕中国大陆要一下降温也不容易。我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也要给中国大陆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之前态势已经拉高了，对，所以你看，陆陆续续一些效应都出来。今天传出来说，连郑伊健的演唱会都取消了。哦，真的哦。对，他本来在东京要演唱会，现在要取消。我觉得大概有一段时间，大概中日之间的交流会趋于停滞，是所有相关的这些东西大概都会暂停。那本来大家是认为说，因为这一次高市这个讲法，其实比2012年他当时日本野田直接把这个钓鱼台收归国有化，当时中国大陆跟日本就冲突蛮激烈，所以当时两国从2012年一直到2017，整整5年的时间，双方都是冰冻期。那现在高市开始往后退，那本来再来说这次事态是更升高了，那他往后退了之后，看是不是能够缓和一点。那对中国大陆这边来讲，他大概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降温，而且在这段时间还必须要高市这边还有进一步的这个表态才行，不然的话，我们请大家注意，就是高市在他讲了台湾有事这个言论之后，他其实没过几天立刻召开了这个非核三原则的检讨会议，对，然后又就是派这个小泉健次郎去视察这个石垣岛的基地，比如与那国岛的基地。这一些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所以恐怕高市接下来他要避免出现这样的行为，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方向去跟中国大陆表达善意，这件事情大概才比较可能慢慢解决。对，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不过可以很明确看到那个方向，在川普分别跟中国大陆以及日本打过电话之后，有很明显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川普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谈这个高市早苗的事情，大概我认为川普来讲一定看到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跟美国利益有关，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川普来讲，他好不容易这个大豆可以这个继续卖给中国在经济上面为了他明年农民的选票来讲的话，那他当然不能让这个，而且他这个中国稀土来讲也继续答应供给他，所以他认为在经贸上面。他不愿意这个激怒中国大陆，然后把好不容易辛苦谈判得到了一个成果，就全部都一笔勾销。第二个，我认为川普一定是看到什么这个中日双方有可能因此而擦枪走火的危机那如果在这边中日双方擦枪走火，那美军也很难置身事外，
所以我认为基于这个原因，所以说这个川普打了电话给高市早苗，然后硬要把他压下去。我们看今天就在今天这个日本来讲，各党派的党首的一个这种座谈会里面，高市早苗借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质询他的这个议员来讲，有一点做球给他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认为说这次回答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高市早苗讲的说认定台湾的日本没有立场去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这是依据旧金山合约的原则，这就很明显的表达说日本是绝对不可能承认台湾有独立的就是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认为我们这个赖清德支流的人这几位先生是不是这个海鲜就白吃了？吃了半天以后，就日本人家首相讲这种话，他不会承认你台湾的法律地位。那第二个，我认为第2个重点是他还是继续讲，他当初他在国会里面讲台湾有事就会启动日本的这个存亡危机事态，是因为基于具体的事例来乘坐诚实的回答。高市早苗，我觉得讲这话的话，他很明显的这句话，他还是表达他的强硬的立场，但是这句话不是讲给中国听的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讲给他们自己内部里面右翼的分子，因为他还是要表达他右翼强硬的态度。他如果说一下子全部退的话，他可能因此而这个失去这个首相的职务，都非常有可能，很可能重新再改选首相，因为右翼包括维新会就不再支持他。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的答询里面，我们要分成2段来看。第一段是对这个中国大陆，他事实上是有退缩了他第一个讲台湾来讲，他不会去在法律上面他不会去干涉，那台湾也不会去承认台湾的独立。那另外，甚至于他还讲说有责任，他身为一个首相，有责任跟中国建立良好的对话关系，建立良好的全面关系，这很明显的是在跟中国这个示弱，是在跟中国退缩。可是他对于自己国内来讲，他也不能一口气退太快，所以他讲的是说，对于这句话，这个启动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是基于这个具体的事证来做诚实的回答。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次来讲大国博弈外交，我们今天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中美关系，或者是这个日美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川普立场来讲的话，中美关系还是要大于日美关系的，这是很明确，所以他才会在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之后，再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等一下到底说是双方会发生什么样兵凶战危，我在下一节有关石垣岛日本防相那节，我会跟各位观众来做一个报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在川普的眼中，第一个经济来讲是最重要。第二个来讲，跟中国的关系是最重要。日本反而他真的把它当作小弟。那我们台湾要去思考现在来讲，我们这些这个政府的官员表态做了半天，又是要鼓励我们台湾民众去日本旅游这个去买日本的海产、日本海鲜。现在不是活生生的被日本高市早苗当场打你脸，然后这个巴掌打得还真响那后续来讲，我要看我们台湾政府怎么样自圆其说，把这个台阶找一个台阶能够下来。如果下不来的话，真的是很丢脸一件事。人家之前在那边这个中日2国在那边吵架，我们台湾去蹭什么热闹？事实上，那就很明显的，我们台湾的角色扮演一个什么，就是说不关我们的事然后我们自己去热脸贴日本的冷屁股。现在来讲的话，人家一巴掌给你这个冷屁股，你这个热脸给你打回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今天高市早苗讲的话，确实让我们这个台湾我想我们台湾的执政党的高层应该觉得很沮丧。中国大陆跟日本的这个外交危机现在因为调子拉得很高，所以暂时没有办法落幕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所以你看到，包括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话也是非常的呛他说，日本政府始终拒绝完整公开表述其所谓一贯立场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是刻意回避中方要求收回错误言论的严正立场，企图蒙混过关因为高市不愿意收回，所以毛宁在发言上面也非常的强硬，包括官方的新华社讲的话也是一样，包括他说日本已经在悬崖边警惕高市早苗复刻危险的历史剧本，以及人民日报口径一致说你日本只要恪守和平宪法才有立世之本。因为呢，其实在中国大陆以他们的立场来看日本可能要这个复辟这个军国主义像是他们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正的这个防范。
另外，我们来看看日本民众哦，一般民众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哦，这个画面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有日本民众跑去抗议啊，哦，到日本首相官邸前面哦，再次去呼吁、去抗议啊，希望首相可以撤回涉台的这一些言论啊。那并且他们大声的呼喊说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活动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有些日本媒体呢，现在呢也开始对于高市早苗说话太快或者不思考后果，有一些评论跟一些批评。这是来自于东京新闻哦，他是就高市早苗执政满月的发表社论哦，他说上任1个月，高市早苗的所谓勇敢已经变成了鲁莽哦。这时我们看到日本有一些学者开始对高市早苗有一些批评哦，认为你过去当民意代表，你做议员可以这样讲。可是你作为首相，你真的要纵横所有的情势来发言。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不断的用经济的手段来制裁日本下令缩减赴日航班，要到2026年的3月。包括刚刚彬哥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讯息，像是郑伊健他的这个演唱会说是也临时喊卡所以可能未来的这几个月，我们都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各种的交流可能都会暂停，或者是往下降奈良的这些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很多人去那边观光啊。据说这个地方的观光客有一半是中国旅客，所以一旦紧缩这些观光人口的话这个对当地的民众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另外在军事方面，我们看到日本的与那国岛外海疑似有中国的无人机现踪所以日本的军机也紧急升空来因应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些动作呢，现在看起来很多小泉进次郎我们看到几天前他去强化西南部的防线你看到这个远距离的防卫能力做一些什么所谓的一些部署所以像这样子的动作的确看起来都把这个战线拉得很高，所以 Okinawa 这边的居民他们就很担心，因为他们很怕他们首当其冲我们来看看这些居民怎么说。その米軍基地にも米軍基地に反対してるし、そのなんだろうなオスプレイ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敏感なんですよ。ね、それを日本政府は全く分かってない。もうとにかく全てその都合の悪いところは沖縄に押し付けると。好，一般民众当然都希望安居乐业，谁想要看到战争所以你看到冲绳的居民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央视，这是对岸的 CCTV 他们揭露了一件事，他说日本除了允许美国在他的境内部署这个所谓中岛的系统之外，停泊的配备远程巡航导弹的舰艇之外，还在积极研发多款的远程导弹。所以这也是中国大陆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担心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这样子的想法有复辟的一个迹象那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韩国目前是隔岸观火，可是可以一直这样保持下去吗？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就引述很多韩国的一些消息人士说韩中两国正在推动12月在北京举行的副外长战略对话。这个对话就有可能会涉及台湾的议题，以及美国不是要求韩国来建造这个核潜艇吗？所以这个也是韩国要面对的问题可能会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我们看到李在明他分别会晤中国跟日本的领导人，在 G20 嘛那他的表态他又往哪边靠这些事情呢，其实很多的国家也都在关注中。如果一直维持着隔岸观火行不行看起来不行我们有一些分析就这样说，中国会施压日本为杀鸡儆猴的一个对象。那李在明，你务实外交，你只跟中国大陆谈贸易那在外交靠向美国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办法长久维持下去。大陆这边的立场其实是越来越清楚了也就是说，过去你日本也好你追随美国，你采用战略模糊，那大家也就是这样过去了嘛。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搞战略清晰，美国人都不敢做的事日本过去的首相没有人敢做的事，你高市早苗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敢做。那你一旦做以后，大陆就要问你了，就是说你现在想要再往后退了嘛？你要往后退，你说哎呀，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对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的立场，对中国的立场，对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没变了，我们是一贯立场那大陆现在就问了，就是说，那你的所谓的一贯的立场是什么？
你说清楚讲明白嘛，你把你的具体的内涵讲清楚嘛。他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是不肯讲，那不肯讲，当然就会一直问下去。我想这个已经对于日本来说是越来越难回避了啊，这是日本这个高市早苗引出来的点，那也必须要由高市早苗他自己来把它灭火。现在川普很明显的就是高市早苗你不用下台，因为川普故意讲说你有事还是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这个就是告诉日本的右翼，说我还是会让高市早苗在位置上，因为这个人很好使唤，很好用啊。我要他5500亿，他就马上送过来，而且签了协议。我现在是要他执行这5500亿，要送到我家。我今年、明年我就要看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美国的汽车、美国牛、美国的农产品就要进入日本的市场，这个你高市早苗要给我做到。他比石破茂好处理多了。石破茂就跟川普这样子卷来卷去，从2月一直卷到他下台，石破茂还是不肯跟他签啊。那高市早苗一上台以后，马上不但签了，还拱手送上这个5500亿。那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这个女人太好用了嘛，对不对？怎么可以下台呢？所以川普还是要把高市早苗留在位置上，好使唤。但是跟台湾的问题、跟大陆的问题，你要处理好。所以你会看到高市早苗在今天跟在野党的时候的讲话，其实就往后退一步了。而我没有立场讲这个台湾的地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是战败国，我是侵略国，我战败了，那我把台湾还给人家了，我没有立场讲，这就是退的第一步了嘛。这个让台独的心都碎了嘛，这个很明显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他的小泉纯一郎。不是小泉，不是纯一郎，纯一郎是他爸爸，小泉进次郎，他就变成呆头鹅了。他跑去与那国岛说我要再建立034的防空导弹。那现在大陆就说好啊，那你今天既然要改变这个和平宪法，以前你有和平宪法的时候，大陆不会把他的导弹面对于你的整个日本的全境嘛。但是你今天要改变了，那对不起了。所以你就在我的全境的打击的范围内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当你修改了这个和平宪法，当你开始要介入台湾的事情了，那敌国条款在联合国宪章已经马上启动了。联合国宪章启动了以后，大陆对日本的动武不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跟讨论，它是直接可以动手了。那现在已经在黄海、渤海举行实弹的演习，黄海、渤海的位置角度。就是对于日本的从最南端到最北端的全境的军事覆盖的范围内，以大陆目前的导弹实力来说，这一点困难都没有，而且战场就在你日本的本土。这个当然对于日本的很多的民众来讲，他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一开始你一上来就要把我们搞成跟大陆的一个战火连天，然后为什么战争要在我的日本本土打？我们本来有和平宪法，没有人会打我们，现在开始都可以打我们了。那都可以打我们，那这样的话，我日本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我不管在东京，我不管在北海道，我不管在琉球群岛，我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都可以被打到。为什么？因为大陆现在已经不是150年前、185年前或是200年前了，不是嘛？大陆现在的整个作战能力跟它的整个防务经费，它连美国都压力大到不行，而这个小日本竟然还敢去挑衅。坦白说，小日本旁边的那个小日本，那个很喜欢头发留中分的那个人，那个人还要把我们的防卫预算增加到几百亿美元。我是觉得你增加到400亿美元，对大陆来讲的话，他一年的防卫预算随便就是2500亿，我都想不通，这个脑袋到底长在哪里啊？拜托，是要长在脖子上啊！来请教将军。我要讲川普为什么昨天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他真的已经看到了中日有可能因此而擦枪走火，爆发一场战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与那国岛或者日本西南诸岛，然后他们这个小泉跑去这个与那国岛，扬言要在这边部署这个反舰的或者是防空的导弹。那我在这边跟各位用一个图做说明，大家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中国跳脚跳得这么严重。这个我等于说用这个兵棋推演，用一个想定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如果一旦解放军要武力对付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台湾会怎么做？
我们按照我们的这种每次汉光演习所做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战力保存。空军我们会到花莲的嘉山基地，那海军来讲，我们会到东部海域来做疏泊所以我们海军如果停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这个台湾军队会做的这个动作在这个地方。那解放军如果说是要武统台湾，他会做什么？他会阻援打点什么叫阻援？阻援就是阻止美军来介入这场战争，我们所谓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它势必用它的航母战斗群那从哪里出发呢？从宫古海峡这边穿过去去做反介入跟区域的战争。那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宫古海峡这边，这个上面这边南北两端距离我这边有标示出来300公里。那它的124反舰导弹的射程是200公里。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是在南北两端都部署了这种124的这种反舰导弹来讲的话，它海空的这种导弹可以封锁到这个解放军的舰队进出这个西太平洋。那这是阻援的部队。那解放军打点的部队会到哪里呢？打点的部队我认为举例来讲，他假如说是用他最新款的076两栖攻击舰的战斗群来讲的话，然后他会到哪里来打点？那当然，西部这边他可能用他075这个登陆部队，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东部地区来讲的话，他可能从这边过来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域以后来讲，台湾西部海域一定是这个我们台湾跟这个解放军交战的一个区域。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日本在与那国岛这个地方部署的反舰或者是防空导弹的话，就很容易协助台湾来作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陆来讲会这么跳脚的关系。你到这边来部署的反舰3-4反舰导弹，还有3-4的防空导弹跟124的反舰导弹，那确实会对解放军造成很大的这种威胁程度。我举一个例子，试想一下，现在美军如果福特号在这个加勒比海中间有一个岛，上面部署了俄罗斯的导弹或者是飞弹来讲的话，你想想看，福特号会不会先把它干掉？所以解放军一定先把这个地方干掉。是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武力蛮悬殊的啦。来请教这个彬哥，就是现在中国大陆他还是不会善罢甘休，他还是要求日本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对，那高市的策略就是我死都不要说清楚讲明白，我就尽量能拖就拖，能混就混。可是问题是，这样子能够拖多久？中国大陆我看他会逐渐升高他的压力。那他一定要他讲清楚。对，他当然要，因为你只要不讲清楚，这次被你混过去，你下一次可能就更往前试探一步啊，因为你这次看起来没什么事啊。因为不要忘记，高市就是极右翼的人，所以你这次如果让他轻轻松松就过了，他下次一定会想办法更大胆的做一些突袭的状态。那到时候你怎么办？难道真的准备要跟日本开战吗？当然，我相信中国大陆也不想演变到这样的事态，所以他与其日后逼得不得不开战，不如说现在就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一定要回答。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得到，高市不会想要回答，他一定尽量闪。可是问题是，闪就有用吗？你要闪，你自己本人退缩也就算了，你要叫你周边的人都退缩啊！你看，你这个小泉进次郎，小泉进次郎，你讲这个话，你这个时候又特别去强调西南防卫非常重要，你在西南要防卫谁？台湾吗？就中国大陆，当然是中国大陆啊。那请问一下，在这个阶段你还在讲这个话，那你觉得中国大陆能够做事，你继续讲这个话吗？这不是一大问题吗？那当然，小泉过去就是有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你看他讲过什么话？他说每天都想吃，不代表真的每天都在吃。然后约定是为了遵守，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去遵守约定。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没选上首相啊。对啊，因为调查显示数量增加了，所以要调查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所以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觉得这很大问题。然后说为什么与那国岛那边会出现无人机？因为你去与那国岛视察，对啊，你在那边部署飞弹，我当然要过去看啊。所以他就给他的回应是，其实中国大陆就是给你回应，我有在看你在做什么，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那我也想问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看到有无人机来紧急升空了，我们看到没有？与那国岛离我们非常近啊，我们看到没有？我没有看到国防部或其他单位对这件事有任何表示。那我们要打电话问一下国防部有没有看到？不是，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如果是看到不讲也就算，我怕他根本没看到。
哦，对啊，这才是麻烦。因为现在并不知道我们的国防部，因为他们有一些情报是选择性的公布，有时候说什么事情他会公布，有时候可能他不想公布，他不会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感恩节已经到来了。我们知道白宫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个传统赦免火鸡由美国总统来做。那这一次的感恩节变调了，川普赦免火鸡变成政治批斗了耶。他还骂州长是肥胖懒鬼，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The turkeys being pardoned today go by the names of Gobble and Waddle. When I first saw their pictures, I thought we should send them, I shouldn't say this. I was going to call them Chuck and Nancy. But then I realized I wouldn't be pardoning them. I would never pardon those two people. I wouldn't pardon them. I wouldn't care.其实这样讲是有点幼稚啦。他讲这2只火鸡，他们要赦免，他本来想要把它变成这个舒默跟这个裴洛西这2个人是他的头号政敌，大家都知道。可是必须讲，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这样说，的确不是很适合他的身份尤其他把炮口对准芝加哥，他直接跟伊利诺州的州长说，这个人啊很糟糕啊，他是一个肥胖的懒鬼这样真的攻击政敌或者攻击跟你不同意见的人，在美国在川普的时代看起来越来越稀松平常了。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这一位参议员，他叫凯利他很有名因为他是太空人他现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他联合另外5名民主党的议员上个礼拜发布一片影片，怎么说呢？他说美国的士兵有义务不服从非法的命令。哇，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凯利他本来一度也是这个总统候选人呼声非常高的人，他曾经担任海军战机的飞行员，还有参与波斯湾战争，后来成为太空人所以他的经历其实是蛮厉害的那讲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川普政府必须要有回应嘛。所以我们看到包括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他就说你讲这样的话，你是损害了军队的纪律所以呢，如果你再度呼吁或者讲这样的话我可能有一个军法的审判你这个万一真的这个军队听了你的话拒绝我们的命令，那还得了所以根据美国统一军法典，煽动叛乱属于最严重的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内，当然很多纷扰，意见非常的分裂。那对外呢？包括泽伦斯基这件事情，他到底要不要接受这是28点的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呢？我们看到川普的说法是说，最后通牒就是在感恩节嘛。那俄乌协议现在有2个难关，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说哪2个难关嘞？第一个，有一些领土其实俄军没有占领，有一些小块的，可是川普暗示这些地方也要给俄罗斯拿走。另外一个就是北约的资格因为这场战争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会打起来？就是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嘛。那现在呢这个28点里头有一个限制它这个以后永远不能加入北约，而且要写入乌克兰的宪法。这件事情对这个乌克兰来说可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俄乌停战这件事情那到底最后这个28点的条约泽伦斯基会接受多少，以及所谓的新版的这个版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呢？泽伦斯基有强调欧洲国家必须要有一个角色，尽速签署合作的备忘录，来推动战后的安全保证。他现在可能在做最后的挣扎必须这样讲，因为你看到呢，美国已经派特使去跟这个普京见面了那这个俄罗斯怎么说呢？普京说，如果28点你们有很严重的变动，你小幅度的变动可以，枝节的变动可以，你大方向如果变动我没办法接受所以你看到现在俄罗斯的姿态是非常高的彭博社就有个独家新闻，他爆料说，美国高层私下跟俄罗斯通话，指导俄高层向川普推乌克兰的和平方案。所以看起来这些某种程度是俄国的愿望清单，俄国想要什么，通通满足他。那欧洲现在有点骑虎难下，这些欧盟的国家你看到这个乌克兰已经要被并吞了，或者是要接受吞下这个非常屈辱的28点和平方案，那他们能做什么呢？英国首相施凯尔说，不接受部分条款，这个方案有加入不可或缺的要素，包括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且重申乌克兰有
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子的一个必要性。可是你说归说啊，川普根本就不理你。那马克宏是这样讲哦，一签署这个和平协议，英法还有土的这个部队就会进驻到这个乌克兰的境内。不过这个28点的和平方案我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落幕呢？事情怎么发展？来请教老师。川普确实不应该以人的身材，或是性别，或是年龄，或是各种因素啊，就外在的因素去批评任何一个人，这是对人身做攻击，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们在这边也不会同意，也不会认可川普的这样的一种违反美国的一般基本的政治伦理一个框架的一个行为。美国的参议员你没办法告他，所以赫格塞是很明显的，他不太懂法律。因为美国的这位参议员他是军人出身，他当然知道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因为他是非法的命令。非法就还有个但书，他的前提是非法的，并不是说你不要服从川普的命令，而是非法的命令。因为这个在哈佛大学的有一本伦理学的讲课里面就已经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军事的命令中如果带有非法性，那该不该服从的问题。军人受的训练是你接到命令就要执行，但是当你的命令违反了战争法，你的命令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你到底还要执行还是不执行？这就是一个被纠结的问题嘛。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个人认为赫格塞斯是危言耸听的，是扬言说要告，而且可以判你死刑，胡说八道，你告不成的。因为他生气了。对，因为他是非法的命令。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你看，为什么这个美国的特战司令他要辞职？就是他不愿意发动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非法的战争嘛，他不愿意发动嘛。例如说，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的司令为什么要辞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变成核武的一个按钮国嘛，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人类的杀伤太大了，他都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些人都干脆离开军职，退伍下来。那他保留他这一生的荣誉，而不是为了那个官啊。为了那个短暂的官去让他这一生的军礼的荣誉都被糟蹋。那你想想看，如果美国要发动对委内瑞拉的战争，是战争而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可不可以？不可以哦，因为战争权是在国会，不在总统手中。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都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嘛，说我是反毒，所以我要打击毒品，那因此我请军队来支援特别的任务。那这个部分里面，法官有审查过，说目前看起来似乎没有违法，因为有的时候在缉毒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可以这个行使军队的支援权嘛。那这个部分里面，所以他是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要他违法，明显违法，那美国的士兵有没有权利去拒绝执行？这当然有啊，一方面要接受军事审判，二方面。他基本上来讲也很难把他判他有罪。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要求军人抗命是非法的命令。其实这对我们军人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找苑举正苑教授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到底是现在很明显的，我觉得是如果说我们常理来看，是川普自己违法。因为宣战权是在国会，而不是在你总统。那你当然你是三军统帅，你可以有权利去指挥军队。那军队必须听从你的命令来遂行你的作战指导。如果说我不听统帅的命令，我们军人来讲的话，这个当然必须要服从上级的指挥命令了。可是问题是说，现在关键这个你如果说是凯利讲这种话的话，其实我觉得只是让这些军人这个陷于为难的一种状态。我建议他们这个有一句话，我们军人来讲，经常有一句话叫消极抵抗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总统给你下的命令是不合国家的法律或者不合国家的军队来讲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借着用消极的方式来做一个你自己个人意见的表达，这是我给美军的建议了那当然也很幸运的，这个川普大概不会用这个叛国罪来办到我这边。但是我觉得泽伦斯基这次俄乌战争打了将近快4年了那最近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停战？我觉得可能性是很高。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不管是欧洲国家或者是泽伦斯基来讲的话，都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由美国自己私底下跟俄罗斯达成28点的协议，当然你泽伦斯基现在会叫，北约现在会叫，可是你们有什么能力去叫？我记得泽伦斯基讲了一句话哈，当这28点公布之后，他说我们现在乌克兰面临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失去尊严，还是要选择失去一个盟友哈？这个失去盟友就是说我不听美国的，那失去尊严就是我听美国的哈，所以面临很艰。但是我这边要跟这个泽伦斯基讲一句话，尊严是建立在剑锋之上。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剑锋，你没有这个实力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那现在来讲，虽然说他们将28条改成19条，但是这是欧版的19条，那俄版的是28条。各位可以，我们现在可以这个，我想说这个结果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普京来讲，现在打得顺风顺水。你如果不接受，他可能继续加大攻势。那川普来讲也看清楚这种局势，他见好就收哈，他只要在经济上面，他可以把他已经投资出去的1000多亿美元哈，可以借着战后重建的大饼将它收回来，避免少输为赢，不要浪费那么多钱。我觉得川普这商人个性很清楚，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你不管你泽伦斯基或者是你欧洲来讲的话，有什么能力啊对这个事情来做更多的反弹？我觉得你们连谈判桌都上不了，那更不要去只会在那边私底下这个发牢骚讲讲话，仅此而已。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彬哥。这个五角大厦，当然你说要去办凯利是办不成的。可是五角大厦过去曾经引用过联邦法规，因为有一个人他那个案子拖了很久，结果已经结案，结案之后后来又发现新的事证，就发觉真的是他干的。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你已经结案的案子不能重新再起来。可是有个例外是什么？如果你是军人，那就可以。所以他们就用了一招，因为这个人曾经当过兵，他就重新征召他入伍。然后那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被征召，征召被入伍之后就直接抓他。其实美国曾经干过这种事所以他引述的这个法规也不是没有的，是真的有这个事。那至于说现在俄乌的状况呢，我必须说，欧洲人会不会太天真了？对，还在想说什么欧洲军要进驻啊，什么东西？你们从28条自己删成19条，请问一下，你们删得很开心不要说乌克兰同不同意，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俄罗斯同意了吗？看起来是没有，俄罗斯根本没有同意。其实就连原来的28条也不见得每一条都是俄罗斯同意的是。那现在原来那28条俄罗斯都不见得完全会同意你现在自己把它删成19条，然后自己加了一些东西，自己把它调整，然后你以为只要泽伦斯基接受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根本没有所以光是一个你马克龙说你欧洲第一天我立刻派军队进驻。这一点俄罗斯就绝不可能会同意嘛？对啊，他当初进攻乌克兰的，就是要避免北约的势力介入乌克兰。对啊，结果他打了半天，打了快4年，到最后的结果是北约势力真的进了乌克兰，那他干嘛？对不对？他绝不可能会同意嘛。我觉得他们不是天真，他们是不是类似赎罪券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丢一个版本。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讲个场面话，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无足轻重。你没有注意到川普理都没有理他们。就是川普说，反正你泽连斯基除非同意，不然不要来跟我谈。等你同意了之后再说，我再去跟俄罗斯谈。他不见他。